已经宣布结业的《苹果日报》主笔冯伟光27号晚被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人员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拘捕，而另一家乱港媒体立场新闻也坐不住了，宣布暂时下架今年5月及之前刊发的评论文章，同时停收赞助，6名董事则接受建议辞职。对于立场新闻的种种自保举动，港媒指出，如果有关文章在发表时已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着急拉闸走人也逃不过法律制裁。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人员周日晚在机场以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57岁男子，现正扣留调查。消息指，被捕的是已停刊《苹果日报》其中一名主笔冯伟光，笔名卢峰。他当时准备坐飞机前往英国，被管制站人员截停，之后由警方带走。冯伟光自1997年起开始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至今，离职时为英文版《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香港警方表示，相关执法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将有更多人被捕。冯伟光也是近几周来第7名因违反国安法而被逮捕的苹果日报人员。苹果日报于上周5关闭，此前警方已先后拘捕一传媒5名高层及笔名李平，专门为苹果日报写社评的杨清奇。那么在嫌疑人的这个处境之下呢，作为警方来说，他采取一些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个强制措施了以后，他还可以有一些包括调查取证和讯问等等的一系列措施，这都是很正常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呢，也都是这样去做，警方是有这个权利的。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说专门针对哪一个媒体或者针对哪一部分的人，是对任何存在这样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存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存在这样的嫌疑的人，他都会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眼看苹果日报停刊，多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另一家乱港媒体立场新闻也坐不住了。立场新闻周日还发出公告称，会把今年5月份及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转载文章及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全部暂时下架。其中还称，立场新闻将暂停接受赞助，包括终止付费会员月费转账及停止接受新会员及新资助。同时，立场新闻母公司8名董事中的6名，于家辉、周达志、吴霭仪、何韵诗、方敏生及列以征也辞去董事职务。立场新闻成立于2014年12月，号称是非牟利新闻网站。几名辞职董事中，除了港独艺人何韵诗，还有和黎智英等人参与非法集结、被判入狱12个月、缓刑2年的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早在1983年，他就在媒体刊文鼓吹港独。列以征曾担任《信报》财经新闻总编辑、中央政策组顾问，在香港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2016年，列以征在专栏文章中鼓吹法理港独。2016年8月，列以征还为现今已经逃港的港独分子罗冠聪站台。这些人只是因香港国安法不溯及过往，才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在修例风波中，立场新闻一直充当暴徒喉舌，煽风点火，撕裂社会，多次采访袭击香港警察的屠龙小队成员。香港大公报早前踢爆，立场新闻于今年5月初转载一篇题为《从爱尔兰抗争经验看香港抗争运动的未来》的文章。该文将北爱尔兰武装分子与所谓的香港抗争做比较，扬言北爱尔兰武装反抗的土壤和环境，并非绝不可能在香港发生云云，鼓吹暴徒背水一战。立场新闻其后删除有关文章，不过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删报文章已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而立场新闻将之转载也有机会触犯国安法。即使删除文章，亦不代表可以豁免法律责任。对于立场新闻的种种自保举动，香港大律师马恩国对香港文汇报指出，若有关文章在发表时已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着急拉闸走人也逃不过法律制裁。他仅仅靠下架这种方式呢，也没有办法影响到人家取证这个环节。所以说，前面已经做的行为，仅凭下架这一点是影响不了它的定性的，至多是影响到后面制裁的裁量。
就是在给予这个制裁的时候是给的重一些还是给的轻一些，那个还要看法院的这个裁判的考虑，不是说你下架了就一定会轻，那不一定。